我们的挖机就是炮锤、斗子都被人拆掉了，值班的保安都被打得血肉模糊。Hello， 大家好，我小钟啊，我现在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那今天呢，小钟准备带大家看一下在非洲工地上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这家公司呢，也是我之前最早来非洲时候工作的公司啊。我们现在要跟着夏总回家了，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不好意思，有这个年份的，起码有25斤左右啊。这是我们的大厨。你的锅里面烧的是啥呀？鸡炖的鸡。哎，讲真的，王哥，现在这个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哈。那肯定啊。你看这个厨房真的挺不错的啊。名厨酿造，对于一个厨师来说，就是要有施展拳脚的地方。这个地方老王应该很喜欢。那里面是喂的鸡，应该是老王喂的。空心菜、南瓜、玉米、青菜，这儿还有一棵橘子树。这就是客厅、餐桌。讲真，现在住宿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小钟刚来的时候，2017年，当时都是住的那个活动板房，都是那种拆了用了好几遍的那种活动板房，现在都是有房间了，真的是不错。那这个房子就长这样了。一个2层的小洋楼，这个算是内罗毕的郊区，但它这个路呢都还是硬化过的。就东非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呢，还是要比西非强很多的。这个是肯尼亚内罗毕最大的一个污水处理厂。这是跟我一起过来的小黄，现在已经变成了黄总。这是李哥，你看全副武装，不知道那你以为干嘛呢？这边是一个污水处理厂修复和改造的项目，它原来是个老的污水处理厂，就你要给它升级，我们的设备全部都坏掉了嘛，然后我们就给它换一套新的啊。每天会有400趟这个粪车从内罗毕市区把粪拉到这个污水处理厂来，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大家俗称的掏粪男孩？真的，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掏粪男孩。夏总，像他这个粪车的话，他们在市区里面收粪，是不是那些人也要给钱的？一车，比如说我们以前在阿标干活的那个地方，拖进这边来的话，大概是15000先令。15000先令多少钱？700多块钱。大家看到远远的那些树啊，它都叫做合欢树，是东非大草原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树。夏总，这是你的非洲多少个年头？我是12年下半年过来的。12年到现在？到肯尼亚，一直在肯尼亚。13年了。13年了。哇，这个味道是越来越上头。你们看视频的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享用啊。哎，阿巴尼 ，hello，他们都认识我啊。还有谁？他们都认识我，知道吧？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是跟我们干了很久的，对啊，他们看到你都是啊，他们都认得出来，都认识。你看，是这个我知道，我记不得名字，但是我都知道人。大家看啊，这些设备都是特别的老旧的了，都是好几十年了。现在的目前情况是，这个西服车就直接排入了当地的河流。那像咱们这个，如果给它改扩建之后、修复之后，它那个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当前的处理容积是18万方每天，然后我们改扩建后，它可以到达36万方每天，就翻倍了。对，这个沟渠呢就会流到内罗毕河，其实对当地的环境呢也是一个蛮大的污染了。就现在的非洲的情况，就肯尼亚的情况来说，也没有办法，毕竟他们的处理能力有限，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啦。那夏总，当时你是怎么来的非洲呢？也是跟你一样啊，校园招聘过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夏总跟我们说过了，就是整个这个内罗毕的污水处理厂呢是有30平方公里哈，每一个都很大。里面有河马、鳄鱼。真的假的？有污水处理池也有啊？有，他们特意引进过来的。哦，就是看这个水质的情况怎么样。30平方公里，兄弟们，什么概念？内罗毕的那个贫民窟基贝拉，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也就只有2.5平方公里，这个有30。真的，咱不说的话，这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污水处理厂，这么大，就感觉像是个鱼塘。我们有60万方清淤，60万方。咱们现在呢是在把这个水池里的污泥啊都给运走。这个不是越野车，是真的没法开的。这个泥感觉都有个几十公分。夏总有没有感觉在青海湖自驾？青海湖，我真是哎，沉下去了。哎，在那儿都能看得到，黑黑的。哇，哎，河马，是吧？河马，我的天！一个大河马吧。污水处理池里面居然看到河马了。那你看，就在我们旁边。我去，哇，非洲的污水处理厂真的很硬核啊！居然里面有河马。你如果运气好，我们会看到几条鳄鱼躺在这个路。现在我们2个是开着车，心惊胆战啊！我可以飞哎！这是鸭子，这是鸭子哎！你看这旁边的环境，绿绿的草地，蓝天白云。来参观完这个污水处理厂之后，我感觉这个肯尼亚果然还是生态好啊！污水处理厂里面居然都有河马，还有那么多的野生动物。对了，夏总，问你个问题哈，你在这非洲也是12年哈？13年。
那你觉得这个非洲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从农村里面出来，一步一步的能在城里面买房子，并且手里面还有一定的积蓄，是，所以在我们城里面已经是非常厉害的。非洲对于你来说像是打开了另一扇门哈。对，但是呢也有一些遗憾吧。现在尤其是结了婚有了小孩以后啊，就感觉比较愧疚了，就是也没时间去陪他们。在这里感谢我老婆，这下要艾特一下老婆了。艾特一下老婆。喂，我的妈，他不走了。鳄鱼还算小的，以前看那个3米长的。那咱们走吧，悄悄的路过。要不要把窗户关起来？不要。下去了。哦，真的是有，夏总你果然不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感觉你小孩来的时候不用带他去动物园了，来这个雾水处理厂看一下。那像夏总就刚刚你提到就来非洲工作，相当于也是让你实现了就是财富上的一个积累。那你在这边工作的话，大概1年能够有多少收入呢？1年大概是35到40万吧，就是40万左右。就对于你来说你是算是一个项目经理，就是主管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就大概1年的工资在40万左右。是的。那像你一般1年休多久呢？我现在半年休一次假，半年休一次，半年休1个月。哦，带薪吗？带国内薪。带国内薪，海外补助就没有了啊。哎，对了，夏总，就对于学土木的人来说，或者说是学工程专业的人来说，来非洲他们都有讲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你觉得怎么看？在非洲赚的钱是实打实的可以存下来的。我现在工资基本没有花过，全部转给我老婆。好男人。什么女儿啊？他跟你说什么？他说爸爸下班了没有？就有了女儿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夏总都成熟好多呀。你看咱们在非洲啊，也是可以看这个中国的电视的，这新闻频道。因为大家每天在工地上其实都挺辛苦的，所以老王每天都会做很多好吃的来犒劳一下大家。在非洲不容易，工作好也得要吃好。我说这是我带的，在肯尼亚带的徒弟，第4个徒弟。他也会做饭？对呀，我找了4个项目项，他这个是第4个徒弟。哇，可以的，老王可以的。刚刚我问夏总，你别毕业了。刚才我问夏总说，你是怎么样追到你对象的？哎，隔壁项目追到的。隔壁项目，我们是当时在西部项目啊，一来一回的车程可能是8个小时。你就天天就跑去找他？对。我的天呀，一来一回。周末。你是怎么发现那边有一个女孩子的？出国前就认识。我记忆很深的就是当时我们一共来了4个人，其他3个都还在中美哈。对，就是小朱现在是去乌干达了，对，去做项目经理了。现在小黄是这边的副经理，对。然后还有一个在国内。我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哈！你看那时候17年到现在7年了。怎么样？就现在结了婚之后，感觉跟之前那肯定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有家的感觉了。然后工资卡也交给老婆了是吧？都没有什么私房钱。其实我感觉啊，看到小黄就看到自己家的兄弟一样，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从稚气未脱的青年，然后来到非洲，然后看到大家现在已经彼此的成长了、成家了，还是觉得挺欣慰、挺开心的。吃饭啦！老王做的鱼、豆子、鸡。先到办公室坐一下，我们一个小办公室，因为这个项目也不是特别大嘛。项目经理办公室，然后那边是会议室，这边是工程师的办公室。现在准备打上面的那个圈领。这边呢是要准备吊车啊，把那个混凝土给吊上去。现在就我以前干的项目。嫂子好。 Hello， 小周。今天跟着夏总拍。Hello，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夏可意。夏可意。今年几岁？刚好3岁。哈哈哈。现在到了我们以前在干的一个工地。 那我们现在跟着杨总一起看一下我们当时在内罗毕做的这个供水项目。它总的工程量大概就是37公里管线，水池大概有2个，一个是5000方，一个是14000方。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大概管线有280公里。280公里。对，3个项目如果是连到一起的话，汇集的这个民生哈，主要是给他们提供这个供水服务啊，大概可以汇集到100万人
年左右。内陆地这块这个供水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哈，它还是比较滞后的。就是它这个水是制约着内陆地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题。那个肯尼曼里那个区，每个公寓都要打口井。哦，就他们现在用的很多水都是打井的水。在我们平时的视频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取水大部分都是拿那个油桶去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给他们敷设一个管网，然后给他们提供自来水。这就是我的2位老领导啊，都是非洲10多年的。这边呢就是办公室区域，这里是生活区了。对，我们这边生活跟办公就差不多像4合院一样。就前面办公，后面住宿。那现在项目上有多少中国人啊？中国人现在8个。那其实就是真的8个人带领的团队就可以干这么大的工程量，还是很厉害了。当时我去工作的时候，我不是也姓钟嘛，他们说你跟钟没什么关系。咱们现在是跟着夏总去我们管子会经过的一个地方哈。这条24公里管线可能有5公里是经过一个贫民窟。那当时在里面施工的时候，里面的偷盗啊，然后居民主攻啊，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全天候的4个警察吧。就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就这个地方的环境呢还是挺差的，像他们的生活污水什么的也都是随便排到这个河流里面。这个地方是叫卡尤里吗？对，当时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挖机就是炮锤、斗子都被人拆掉了，值班的保安都被打得血肉模糊。就大家提到肯尼亚都会想到什么基贝拉什么的，但是其实基贝拉里面呢，我觉得还行。像卡尤尼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当地人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Excuse me, madam.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know to buy one jerrycan is how much? Five shilling. OK， 就5先令，5先令大概2毛钱。啊。你看，走吧，我们不理他。你看，我们就是在这旁边路过一下，就会有很多当地人来跟我们说，你看。就比较 tough 哈。这边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我之前还在那儿搞了个篮球架，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个篮板，就我之前师傅给我做的。这个水池之前我们就蹲在这个地方洗衣服。这个是当时我们的厨房、餐厅、吃饭的地方。夏总的房间是在这儿，我的房间是在这儿。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启我的非洲之旅的，第一站来非洲肯尼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用夏总的话说，就是梦开始的地方啊。夏总，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的监理詹姆斯，他不是我脾气比较暴嘛，我就跟他吵过架，然后每次都是夏总来帮我抹屁股。当地人的思维和我们不一样嘛，我们什么东西都想赶啊或者什么的，但他们呢效率又比较低，又比较磨，所以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摩擦。每次都是夏总。那现在其实夏总也是另一个项目的经理，就你做了这么多项目，对于肯尼亚应该也是挺有感情的。可以说现在是属于第2故乡的吧。就是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时看到干项目前是什么样子，干项目后开水的那一刻，那真的是激动的想哭。就是看到这个居民争先恐后的去接我们处理过的水，可以说是民族自豪感。夏总在这边也是10多年了，因为肯尼亚让自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吧。然后我们呢在这里呢就祝福夏总在肯尼亚事业蒸蒸日上，一切顺利。老朋友再见。